自上古起，人狐修好。至100年前，人间灾祸不断。灵子为佑苍生，欲代己弱冠，献祭于世。然天狐碧川爱上灵子，为祖献祭，撞岁月山而亡，却致魔气四溢。危急之际，灵子以肉身封印尸鬼王，平息乱世。此后，人狐两立，不再来往。殿下，离新红果成熟只有1步之遥，吃下它，您就能顺利飞升，巩固我们北冥结界。你且到外面守着，不要让陌生人闯入。是。买定离手。大是吧？压我这边。下注，下注。多压点，多压点。你压大是吧？你压小是吧？买定离手，不许反悔啊！现在就看，确定了。好，看，大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表妹，咱们差不多也玩够了，要不回家了？这要是让姑父知道我没有留下山玩，肯定被打断腿。胆小鬼！哎，今天难得这么热闹，要回你自己回啊。你可是咱们岐山门的希望啊！要是这样天天流连赌场的，这姑父不得气死啊！哎，我要是岐山门的希望啊，那这岐山门迟早完蛋。想我齐元宝这一生，只求有财可以贪，有色可以好，这便足矣。果然有追求，那是必。欢叔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欢叔，快看，有狐狸！哪？狐狸？哪儿呢？哪？人间已有100年没见狐狸了。是真的，欢叔，你要再不追的话，就追不上狐狸了。哎！就凭你们，还想追上我？这是个什么鬼地方？我不是在大街上的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怎么进到此处的？这位公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，别动刀动剑的。说。我还想知道呢，我上一刻明明在集市上逛得好好的，谁知道下一秒就来到这个鬼地方。星魂果熟了，
时机已到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星魂为什么会主动飞向他？这是什么呀？你这人怎么那么蛮不讲理？这东西明明糟糕，出事了！结界破裂了！结界破裂，我有事吗？破裂了！结界破了！那个，我。这世界竟真有妖狐！我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百年不遇的妖狐竟然能被我遇到！把星魂还来！星魂还来！什么星魂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不好，是何人再次逃班？得尽快取出星魂框。来不及了。殿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有人族出现在这里？你为何要抹除他的记忆啊？星魂已经被他吞噬，我必须谨慎处置。什么？星魂被他吃了？那殿下你岂不是不能飞升了？暂时先回北冥，从长计议。白叔，这个红光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从岁月山过来的。这个是不祥之兆，快，赶紧去找元宝。哦，好。元宝，别躲了！元宝，小师妹，哎，元宝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姐，白叔，小姐，小师妹，元宝，元宝，你快醒醒！元宝，快，赶紧送小姐回岐山门。区一个凡人，竟能吃得下你的心魂，是长月疏忽了。此事不怪长月，人族素来奸诈狡猾，长月涉世未深，斗不过人族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心魂乃灵根所依，
别说是普通凡人，就连我们狐族都难以触碰，他一个凡人是如何吞下的？难道是那坏我狐族飞升的孽缘又缠上来了？可依属下看，那女子平平无奇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长月，让姥姥看看你的命盘。岂有此理！可是长月有何事啊？姥姥，究竟何事？长月，你的星魂已经在他体内，和他产生了宿缘。溯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都怪我，是我没有保护好殿下，才让殿下被那个凡人给染指了。何为溯源？溯源就是……哦，不过是我们狐族遗弃100年的邪门功法，与你飞升修行百害而无一利。星魂一旦入体，7日之内就会和宿主融合。如果不在融合之前取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胡不烈，你陪殿下前去拿回星魂，不可有半点差池。是，姥姥，属下定不负所托。长月，此女能够吃下你的星魂，怕是我们狐族的宿敌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拿回星魂，速回北冥，修复结界。是。师姐，咱们快点进去吧。好。姑父，元宝他没事吧？元宝的灵根数年前明明已经被我断了，可为何现在灵力还如此充沛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元宝，你醒了！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爹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元宝，你刚在外面发生何事？为何会突然晕倒？元宝，哎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只记得我好像进了一条小巷子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回到这里了。小巷子。姑父，元宝他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我怎么了？你的灵根突然出现异动，尚不知缘由。元宝，切记，日后你出门在外，万万不能擅自动用灵力，更不能声张。异动？异动？对。元宝灵根恢复，莫不是和今日岁月山的异动有关？门主是在担心狐族卷土重来。对，100年前，妖狐降世，蛊魅灵子，3撞岁月山，放出尸魁王，引得天下大乱。后来灵子用深蛊修补了岁月山，这才平息了动乱。现如今岁月山突然发生异动，怕是狐族降世的先兆。那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元宝不会有事吧？过几日就要寿宴了，各大门派的修者都会来，到时候和他们商议了再说。哎，元宝，元宝，啊！哎，元宝，过来喝汤啊！
快过来。我怎么做了这么个奇怪的梦？我为什么会和梦里的人做奇奇怪怪的事情？什么梦啊？你做什么梦了？哼，和你说了你也不懂。怎么不懂了？对了，你昨天怎么昏迷的？你真的全都忘了？真忘了呀，可能就是太困了，所以睡着了。想不起来就算了，还好这次有惊无险。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惹姑父生气了。看，他又派人盯着你了。拉倒吧，反正不管我做什么，我爹都会生气，还不如潇洒自在的过好每一天。何况，哼，他真能关注我。就这么点人，还想困住我齐元宝，看不起谁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狼狈呢？走了，快点！哎，表妹，等等我。殿下，这是给您的新身份，您可得收好。哎，殿下，你和那位姑娘素颜都结上了，真的不考虑勤修一回再回北冥？当心我回去与姥姥说了，揭了你的皮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俊朗的公子，公子，生的可真是英俊潇洒，跟仙子下凡似的。他们在说什么？真好看呀！他们在夸你绝世容颜呢。纯手工编织的斗笠，来看一个啊！客官，哎，客官还没给钱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殿下，这还差不多。表妹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咱们才刚被关禁足，好歹装模作样在山上待2天嘛。你再这么作下去，你有8条腿都不够我姑父打。怕什么？各位看官，这不还有你的2条腿呢，对吧？我与你们讲一讲幽者世家的传奇故事。有趣，张嘴。听书去喽。要说这世家当中势力最强、威望最高的，非那苏齐2家莫属了。这齐家是守护我北玄城的世家大族，100年来保我平安。齐家有一女，名为齐元宝。今日要讲的说你呢，与她有关。话说这4年前的修者大会，先说那齐元宝，他善使惊鸿剑，剑势所到，势如破竹。那苏深深，他使的则是一柄琉璃剑，2人武艺精湛，你来我往，那场面可谓是风华绝代。数百个回合下来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哎，占了个平局。说书的，你在这说笑呢吧？啊，谁不知道那齐元宝在我们整个北玄城那可是第1纨绔啊！可不是嘛，真是胡说八道，笑死我了！你才胡说八道！元宝，说来别理他。也奇怪，齐元宝从4年前的修者大会回来后，突然性情大变，日日流连赌场勾栏。这4年前实在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变成现在这样？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我呢，不过就是厌倦了修道罢了。如今这样吃喝玩乐、游戏人间，多开心啊！无论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好表妹。胡说什么呢？就齐元宝这种废物，也配和我姐姐齐名，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哎，这人谁啊？我看着有点眼熟啊。这是苏家2小姐。哦，原来是那娇蛮世家女苏浅浅啊！嘿呦，有趣了啊！这下热闹看了。哟，这不是齐家鼎鼎大名的纨绔混混齐元宝吗？好说好说。我姐和你这样的废物齐名，
简直是毕生耻辱。那就只能怪你姐了，谁让她当初跟我一样，都那么废呢？你，你听听这话，你不要脸！我，哎，算了，本小姐今天呢只想骂人，所以不骂你。这个真毒啊！你是。给这二小姐上一课。你笑什么？这送先钱不过如此嘛！我，哎，居元宝，你们齐家好歹也算名门望族，就你这家教，不会是你娘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娘生前可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身为掌门夫人，居然自甘堕落到和妖邪勾结，所以啊才会枉死。本小姐呢，就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今天就不和你一般计较了。苏浅浅，你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羞辱我可以，但羞辱我娘不行。小姐，小姐。放开！我娘一生受人敬仰，乃女中豪杰，就凭你，也配来评价她？跟我娘道歉！我既往不咎，不道歉，你今天休想走出这扇门！吉元宝，今天可是你自找，就别怪本小姐恃强凌弱。殿下，书简上说岐山门乃修道世家，书香门第，想来养出来的女儿定是贤良淑德、温婉可人。殿下能和这样的女子结下情缘，倒也是美事一桩。这就是你说的温婉可人？苏浅浅，你大爷的！殿下，您还是忘了我刚刚那番话吧。幸但愿一生常伴青灯。明明打不过，还偏要打。您说我们要不要拔刀相助一下？与我无关。吉元宝，就你现在这点本事，还想跟我打？你不要命啦？哼，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行啊，那本小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七星鞭的厉害。道歉！我偏颇，齐元宝，你这个疯子！我说过，你今天不道歉，休想走出这扇门。这回他可真要遭殃了。元宝，二位祖宗别打了！跟我娘道歉！跟我娘道歉！我道歉总行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总行了吧？你松开！跟谁说对不起？跟你娘说对不起可以了吧？松开！你松开我！松开！这还差不多。徐安月，走了。徐元宝，
我有说过你今天可以走出这扇门吗？